夫君为外室断我半边发丝，用一句和离搪塞所有亏欠。他自以为拿捏了我的退路，却没想到绝境之中，真爱骤然降临。小姐，将军回来了，只是还带回来一个女人。我嫁你多年，你竟当着我的面将外室领进家门，你给我松手！你干什么？事已至此，我们和离吧，就当是我对你的补偿。大小姐，查到了，将军养的那个外室，整日拿着将军的打赏去贴补邻家的秀才，听说两人还是青梅竹马呢。青梅竹马，走去拿人。等我抓到那外室的把柄，慧娟一定能回心转意。愣着干什么？动手啊！你干什么？别吓坏了这小郎君。小娘子，可是找错地方了。你多大了？崔某今年20。早知道打扮一下也好。大小姐，咱们不是来抓奸夫的奸夫的吗？不知小娘子来崔某这里所谓何事？你与苏幼薇是什么关系？苏幼薇的钱是不是都给了你？幼薇妹妹确实帮过我，但我不知银子从何而来。你当真不知？我若知道，断然不会收。幼薇妹妹可是得罪了小娘子，她如同我的亲妹妹一般，有什么事找我便好，我可替她偿还。这可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当真要替她偿还？你都没问我要什么呢。崔某但凡有知，必定双手奉上。有的，你有的。大小姐，调查有进展吗？明天还要再去。小娘子今日来得早，路过茶铺，顺手带的。好茶。崔公子才情盖世，实属世间难得。这几日我常来叨扰，倒是麻烦你了。能得裴小姐相伴品诗论曲，是崔某荣幸，何来叨扰之说？我自幼长于世家，家父门生满朝，我长大了一定要嫁给一个很有才华的公子，每天都可以一起读书作伴。没想到到头来却嫁给了魏神，他本是投奔而来的穷亲戚，家父念着几分亲缘，将他收到门下。后来我与魏山情投意合，我哭着闹着非要嫁，家父才只得倾力托举他。他虽有打仗的本事，但大字不识其恶，如何能与我吟诗作对？这辈子怕是没人能陪我诗书为伴，琴瑟和鸣了。裴姑娘蕙质兰心，本就该得风雅相伴。真关气，让他在外放风，定然又偷懒摸鱼，半点用处也无。崔公子，你在家吗？崔公子，我给你做了吃的，许久未见公子。今日瞧着公子衣衫陈旧，边角皆有磨损，我自小学过些许针线小工，不知可否容我为崔公子缝补旧衣？幼薇妹妹心意崔某领了，只是旧衣尚且能穿，不必劳烦。那幼薇带弟弟向崔公请教功课，不知崔公子何时方便？幼薇，慧清怎么来了？不是同你说了吗？少和无关之人来往。你年纪小，不懂知人知面不知心。往后眼里只准有我，不准再留意别的男子，记住了。我记下了。一介白衣，有几分才气又如何？你可知现任科举主考官与我相熟？幼薇，我们走。裴姑娘，他们走了，出来吧。小心！裴姑娘，你没事吧？我没事，那个我先走了。我这是在保护你，你把他当亲兄长，他未必真心待你。从今往后，不准你再去找他。我与他坦坦道道，你凭什么这般武断阻拦我？你若执意不听，再私下去见他，我定不会放过他。
大小姐，你怎么这般模样？无事，回去吧。你又去了哪里？身为魏夫人，白日行踪不定，四处游荡，半点不顾及身份分寸。罢了，今日我便不与你计较，一起吃顿饭吧。去备晚膳，今晚我与裴夫人一同用膳。可笑，都要和离了，还裴夫人。这半年我早就习惯独处了，如今看路边的小狗都觉顺眼。魏征定是今日在苏幼梅那里受了气，才转头想起我了吧？罢了罢了，和离前再欣赏一下我这夫君的腹肌，也不吃亏。我今夜要留在裴延欢这里的消息，可告知幽微了？他现下是什么反应？回将军，苏姑娘未曾言语什么，只是奴婢瞧着她眼圈泛红，似是受了委屈。将和离书取来，扔给裴延欢。没事的，大小姐，您别难过。实在不行，咱们去戏团演丑角也好。听说戏班里丑角的赏银是最多的。大小姐，大小姐！我是不是长得不好看，长得不漂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先回答我。裴姑娘在崔某眼里是独一份的好看。你里面怎么？不知为何，我衣柜里好些衣物都湿了。定是我白天躲在衣柜里看到魏神和那苏幼薇那般亲近的时候伤心难过，将他衣柜里的衣物哭湿了。唉，湿的还都是我的贴身衣物。男子清白虽比不得女子，但也很重要。若是被我未来娘子的知道，我以后怕是讨不到媳妇。不嫌弃的，不嫌弃的。魏将军，你如此羞辱崔家哥哥，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他？你把他当哥哥，他却不一定把你当妹妹。往后不许再去找他。崔家哥哥是我自幼相识的兄长，我与他清清白白，你凭什么不许我见他？我告诉你，你既然跟了我，以后就不许再见别的男人。他若敢再靠近你半步，我要他连秀才功名都保不住。魏将军，既如此，我想清楚了，你我身份云泥之别，不相配。魏将军还是走吧。那你与谁相配？隔壁那个穷书生吗？与崔家哥哥无关。我今日就让你看看，这穷叔子在我面前跪地求饶的丑量！裴姑娘，你会嫌弃我吗？不嫌弃的，不嫌弃的。裴姑娘，你这是做什么？嘘，魏将军，你别进去。崔家哥哥是无辜的，真的不关他的事，从头到尾都是我一厢情愿，他半点都不知情。你还敢替他辩解？也就你这般单纯好骗，才会看上这种徒有其表的穷酸书生。不是的，崔家哥哥品行端正，是你太过功利，你根本不懂他。无需懂他。崔兰，躲在里面装什么缩头乌龟？速速给我滚出来！崔兰，我倒不知你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书生，本事倒是不小。崔某不懂魏将军在说什么。那我问你，你一个独居的书生，床底下怎么会有女人的绣鞋，还是粉色的？让开！将军，丞相去了城西营地。算你走运。你给我回家等着，哪儿都不许去。崔家哥哥，我其实对你……幽微妹妹，你说什么？我没听清。你要不进来吧？崔家哥哥，我对他也只是逢场作戏，对你才是……
大小姐，这几日您怎么了？茶不思饭不想的，连崔家小院也不去了。可是身子不适。别提了，那崔兰，她分明是故意的。故意？故意什么？她掀开帐幔就是故意的，让苏有为瞧见，让我这般。她分明是把我当成了她的棋子。原来如此，大小姐是恼恨他利用了您。我恼恨他，他这样让我如何面对旁人？大小姐，您这几日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再这样下去身子可就垮了。挑挑吧，总有一个能让您提起精神。这个鼻子不够挺，这个没有桃花眼。大小姐，您这般挑来挑去，哪个都看不上，不如我把那姓崔的公子给您。不行，这如何使得？为何不成？他不是您喜欢的模样吗？谁说我喜欢他了？我才不喜欢他呢！不喜欢？大小姐，您与那崔公子亲得喘不上气的时候，怎么不说自己不喜欢了？既然大小姐如此说了，我也懒罢管您了。冠琪，你等等！其实经历过夫君的背叛后，我已经心死了。是，大小姐您心死了，但奴婢瞧着，您的嘴还没死，手也还没死。大小姐，书拿反了。那日的事儿过去好几日了，你还躲着不见人，是怕苏有为认出你来？依我看，认出来又怎样？魏将军自己养着外室，许你养面宫，你不过是照做了而已。你别说了。大小姐，你恼崔公子，到底是恼他掀了帘子，还是恼他好几日没来找你？大小姐，外头有位崔姓公子求见。不见。大小姐，那位公子说不见也行，他就在外派等着。随他。他说不见也行，这4个字可比求你见我高明多了。快入夏了，这雨说来就来。大小姐，进屋吧，淋了雨该着凉了。要不，让人把他请进来。我什么时候说要请他了？我又不是心疼他，我是怕他在我家门口出了事，传出去不好听。是，大小姐说的对。你那是什么表情？没什么表情。你去看看，他还在不在？原来如此，还在站着呢，没带伞。他站了多久了？少说也有1个半时辰了。我只是怕他死在我家门口，不吉利。大小姐，伞，拿伞啊！裴姑娘，你终于肯见我了。来人，把他抬进去！去烧热水，找一身干衣裳，再熬一碗焦汤。我知道你还在气我，可我忍不住。我想让天下人都知道我与你的关系。你发着高烧，我先去找个大夫。不成，你府上有外男的事传出去，对你名声不好。有道理，那不请了。姜汤快好了，你喝完早点歇着。裴姑娘，别走。呆子，去请大夫，要
要快！虚脱了，再晚半个时辰，怕是……哎，和你娘一个德行。你刚能下床，别站着了，坐下歇会儿。裴小姐的砚台多久没用了？我本来也不爱写字。那是我的砚台。我知道。你又给我备了茶。温的。你怎知我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所以每日都备着。裴小姐看看好不好看？好看。哪里好看？哪里都好看。大小姐，松烟墨20两，端砚50两，宣城纸15两，湖笔8两，加上白鹿书院50年束修，别算了。50年啊，大小姐，她便是烤到头发白了也用不完啊！用不完就存着，让她活到老，学到老。这哪是藏教，这是共祖宗。都是给你的。裴小姐，这些东西怎么嫌不好？不，我……你想说什么？大小姐之恩，崔兰此生不忘。行了行了，别动不动就行礼。1年考不上，咱们就再学1年；3年考不上，就再学3年；5年考不上，就再学5年。你尽管学，我养得起你。魏杰，这些银子你先拿着，别让父亲知道。我有手有脚，不需要你这样施舍。他银子花得很快。魏兄今日如此豪情，看来是又得了贵人相助。哪里话，不过是略有进账，兄弟们同乐。我前后后给了他近1000两，我的零花钱几乎都用来资助他了。魏章，今日是我生辰，你可有为我准备什么礼物？你这样的世家大小姐，还需要我来送你礼物？大小姐，在想什么？在想魏章。裴姑娘满心满眼都是别的男人，叫我好生伤心。此刻，裴姑娘心里眼里只能有我。大小姐，不好了，魏将军回来了。他还带着苏姑娘一同回来了。现下正往咱们别院这边过来，眼看就要到了。我慌什么？我们已经和离了。我要娶右薇为正妻。你要娶谁，早已与我无关。右薇早已身心皆托付于我，今日我来，便是告知你，魏府主母之位，往后是右妹的。我魏生的人，自然要给她堂堂正正的名分，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你脖子上怎么会有痕迹？关你什么事？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夫君了，而且我说这是蚊虫咬的，你信吗？你可知，和离前一直有人写信给我，说你红杏出墙了。是谁嘴巴这么大，竟将此事捅到魏震耳中？而且这简直是扭曲事实。我明明是和离后才跟崔兰。好难看。他这是要干什么？花瓶要是这么不小心掉下来，他不就彻底暴露了吗？魏将军真是好眼力，快入夏了，死蚊子来了。不过也有蚊子是自己想死了。大小姐，白鹿书院回心而虑了，
苏有为的弟弟被我送去的只是京城最好的书院，白鹿书院是全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圣地，几代丞相都出自那里，那是真正的权势与清流的象征。崔氏所见之人，随时可至，闭院恭候。你竟有这样的人脉，何不早点告诉我？若早知你有此等本事，何至于此？你也没问过我啊。你快把右威弟弟举荐过去，待他将来平步青云，也可提携你们裴家一二。魏生怕是还不知道他投奔而来之时，我父亲早已退清闲之位。这些年，几个氏族生怕帝王猜忌，大哥，韬光养说几遍了，我们和离了。举荐的事情，我另有人选。言欢，我那时太冲动了，之前的和离书就当不作数好不好？我同你提过，我若是能入白鹿书院，定能走得更远。而今你既能为我争取到这般机会，足见你心中依然有我。言欢，之前是我愚钝，没能明白你对我的心意，但现在你的心意我已经知道了，就别再耍小性子了。我们三个以后好好过，除了你和右威，再无旁人。裴言欢，你什么意思？觉得我恶心？是。好，好，好，裴言欢，你别后悔，我等着你来求我和好。到时候，就不是一个白鹿书院的名额这么简单了。大小姐，您没事吧？魏将军气成那样，怕是……我没事，他越气，我越高兴。倒是你，崔兰，这几日怎么欲拒还围起来了？你这般样子，倒像是被我欺负了似的。难道是年纪大了？你过几日就要走了，怎么还不和我多温存温存？裴姑娘，我要走去哪里？秀才哥哥，你还同我装傻，自然是去读书了。裴言欢，我走后要是有别的人骗你该怎么办？那要不你别走了。小姐，苏姑娘派人来请您去湖边一叙，本小姐今日身体不适，不想去。苏姑娘还说，她只说了几个字，让奴婢转告夫人。她说，我知道那人是……苏右威此言，分明是已知晓了我与翠兰之事。我去赴约。裴言欢，我今日约你来，是为了崔家哥哥的事情。你想说什么？你明明知道崔家哥哥是我的竹马，你明知道他一心只读圣贤书，你却强迫他与你这般……若非如此，崔家哥哥怎会喜欢一个和离过的，还比他大了那么多的女人？我本来没想要破坏你们的婚姻，一直没让魏双碰我。是你逼我的，就别怪我。裴言欢，我也要让你尝一尝爱而不得的痛苦。裴言欢，你何时竟成了这么恶毒的人？右威要是有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这苏有为也太卑鄙了，
居然想让我吃爱而不责的苦。咦，怎么也不这么痛苦？痛苦到底在哪里？怎么遍寻不得？这根本就不够补偿你对幼薇的所作所为。若你亲自去给幼薇试药，我便能考虑原谅你。真是可笑！你以为我还在乎你的原谅？简直不要太可笑！你这等恶毒妇人，根本不配拥有此物。这镯子，幼薇比你更配。大小姐，长公主府送来了生辰请帖。长公主与当今圣上虽不是一母同胞，前2年甚至还有谣传长公主并非皇室血脉，但这丝毫不影响想要巴结长公主的人。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参宴的，魏将军这次怕是去不了了。大小姐说的是，往年都是魏将军作为您的夫君跟着您去的，如今他这般无情，那也就别怪我们无意。不过大小姐，您走时奴婢听院里小厮说，魏将军已经盛装打扮好，必须要您亲自去给苏姑娘道歉，不然他便不会陪您去。要我去请他，还要求我给那外使道歉。话说，他可有崔兰好看？好看？那魏将军啊，简直是驴粪蛋下霜，哪能跟崔公子比？贤侄的眼疾突然好了。丞相大人说笑了。今日为本宫生辰，诸位才子佳人不妨以诗会友，为宴席添些雅趣。长公主殿下，臣女愿献丑。忽闻枝头春意盛，忙摘几叶炒肉丝。哈哈哈哈哈！好诗，好诗！言欢贤侄果然不同凡响。早就听闻裴家的女儿才思俊洁，今日一见，果然是个妙人。来人，赐酒。本宫敬酒，敬你这诗做的，本宫胃口大开。待会儿散宴，御膳房怕是要忙起来了。今日不如你代劳，再做一首如何？是，大小姐。陈崔兰恭逢长公主殿下华晨，不揣念落，仅附寿诗一张，为殿下献千秋之祝。宝玉流辉照锦铺，寿筵春暖醉琼酥。年年常享生平福，永沐遍海鱼。臣才疏学浅，拙作敝漏，有无倾听。公主殿下益寿绵长，福泽永固。好，好。走吧。裴姑娘，痒。崔公子这么怕痒啊？怎么停了？大小姐，到家了。不过，魏将军也在。他怎么在这儿？裴延欢，为何你一直没有来找我？长公主就只请了我，没请你啊。不，我说的不只是今日，你已经很久没有主动来找我了，连我带着幼薇去采了你最爱的花，抓了你的金礼，你都没来。采我的花，抓我的金礼，魏征，你还真是令人可恨。无论我和幼薇怎么恩爱，你都没有来吵来闹，你何时变得这么大度了？裴延欢，你难不成真的有了别人？魏征，我不爱你了，是真的。你找外事在先，又对我万般冷漠，在说什么气话？我们已经和离，你别再来纠缠我了，你就和你的幼薇妹妹好好过日子去吧。对不起，延欢，
我只是觉得……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也许你该反思一下你是怎么对我的。我们就到此为止吧，不要再来纠缠。叶欢，颜欢，我想清楚了，先前是我对不住你，我们重归于好，行不行？今日，你不是说和离是对我的补偿吗？我现在已经有心爱的人了，如你所愿。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怪不得我派人去抓他，早就人去楼空，原来是被你藏起来了。裴叶欢，他对你根本不是真心的，他接近你就是为了报复我，他根本不爱你。我爱他，你听懂了吗？你是介意我和佑薇，那我马上把他送走。你别生气了，颜欢，我只爱你一个。和苏佑薇无关，我早已不爱你了。你怎么可能不爱我了？你怎么可能？你竟敢背叛我！我都是个超时，翠兰，都是因为你这个穷书生！魏将军，您喝醉了。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裴姑娘，我要走了。魏征绝不会善罢甘休，翠兰此去，路上怕是会有性命之忧。他是在偷偷哭吗？裴延欢，最多3年，你等我。裴延欢，是我处心积虑接近你。我曾在年少时写过你和魏叔的罪状，把你描绘成一个逼良为娼的人。那份罪状我后来已经烧了，但往后余生，我绝不负你。他其实不用对我感恩戴德，以身相许，这一切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但往后余生，我绝不负你。翠兰，你可知白鹿书院这一任山长，正是我隐姓埋名的父亲。你父亲？我与父亲说，你翠兰与我旗鼓相当，他老人家本来不同意的。可当我告诉他你翠兰是我心爱的人之时，他老人家便立派要求我务必要把你马上送过去。我父亲那脾气，你此去，恐怕他定然会好好磨灭你一番。剩下的只能靠你自己了。我告诉你，户籍未改，官印未盖，你就还是我的夫人，谈什么和离？你这辈子、下辈子都别想摆脱我！魏将军，话可不能乱说。当初是谁一剑削我半边青丝，执意提和离，自诩公私分明的？怎么，如今我顺着你的心意放手，你反倒不乐意了？那是从前，若非你处处忤逆我，若非崔林阴魂不散纠缠你，我怎会提和离？魏将军，你如今这是发金挂银，这五品将军之位，当真以为是凭空而来？若不是我年少时哭着闹着非你不嫁，父亲倾尽门生人脉为你铺路，你如今还在街头啃冷馍，何来的将军之位？你竟敢如此说我！我魏今如今的地位，全凭我自己的军功。念你仗着几场胜仗，渐渐忘了本，以为自己真的权倾朝野，却忘了你的根基从来就扎在裴家的土壤里。我不管，裴延欢，我不管这些。翠兰那小子心怀不轨，他接近你就是为了报复我。等他从白鹿书院出来，我定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你敢动他试试？白鹿书院的山长是我父亲。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你以为我裴家真的只是普通士族？你砸了崔兰的小院，撕了他的书本，逼得京城无书院敢收他，无书草敢用他。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白鹿书院，你得罪了白鹿书院山长的女儿，还敢对山长的亲传身子下手，
这不是自寻死路，是什么？将军还是好自为之吧，别到时候兵权没了，还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不，我不要。叶欢，你不会这么做的，对不对？你们放肆！裴延欢，你私会外男，你可知此事一旦传开，会彻底毁家百年清誉？裴家的清誉，还轮不到一个靠着裴家扶持借裴家世道才爬到五品位置的将军来指手画脚。将军怕是贵人多忘事。从前您把苏姑娘宠上天，金珠玉翠源源不断往她院里送，锦绣华服日日换新，将人捧得无比尊贵。整整半年，大小姐独守空院，您连煮晚饭都未曾踏过半步。如今大小姐不过结识了个知冷知热、真心待她的人，您倒是先急得跳脚，大发雷霆。原来魏将军的公平，从来都只约束旁人，约束不了你自己。提和离的是你，反悔也是你，天下哪有这般道理？我要的倒便是道理。只要我不松口，这和离便做不得数。将军这几日闭门不出，把自己关在书房借酒消愁，我们几人轮番劝说都没用。将军这是心结未解，旁人再劝也是无用。姐姐，你这只布熟成色真好，精致又华贵，放在你这里未免可惜了，不如送给我可好？这是我生母遗留的贴身遗物，也是裴家专属裴家，世间仅此一件。姐姐，我实话与你说吧，魏郎早已许诺我，往后魏府便有一半的数，名义上你还是魏府夫人，该识分寸，让着我这个平妻才是。这只步摇我很是喜欢，姐姐便大方送我，也算你识趣。往后我也能在魏郎面前替你多说几句好话。放肆！我家大小姐的陪嫁也是你能随便碰的。将军不过是随口哄你开心的戏言，你竟当真了？一个无根无凭、依附男人生存的外室，也敢在这里撒野？你们竟敢伤我！我这就去找魏郎讨个说法。苏幼梅，你活到今日最会自欺欺人，你真以为魏真是真心喜欢你？自然是真心。魏郎待我百般呵护，旁人不知我还不知吗？姐姐就是嫉妒我，嫉妒魏郎心里有我。嫉妒你？我何须嫉妒你？你不过是恰逢其时撞破了他的野心罢了。你胡说！从前他仰仗裴家权势不敢放肆，如今我父亲辞官归田，他才敢肆无忌惮把你养在外面，图的不过是拿捏掌控的快感。全是你的片面之词。魏郎是真心待我的，你拿着他贴补你的淫情，暗中资助崔兰，你以为瞒得天衣无缝？他心知肚明，却从不点破。你觉得是为什么？他为我削去你的发丝，为我置办独门宅院，还特意将我弟弟送入最好的书院读书，这些难道都是假的吗？真心？你胡编假意落水，你真以为魏生那般心思深沉的人会全然信你拙劣的戏吗？我性子刚烈，不肯服软，而你温顺听话，最能满足他那点可怜的掌控欲与虚荣心。苏姑娘，你从头到尾都是将军用来气我家大小姐撑场面的幌子，偏偏你自己当了真。苏姑娘，这可是大小姐为您精心准备的惊喜，这些都是你从魏生那里支取银两的凭证，全数花在了崔兰身上，你敢说你是真心？你接近他从来都是为了钱，为了你的崔家哥哥，如今倒敢在我面前装深情。姐姐，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现在马上离开我的院子。姐姐，我知错了，我真的知错了，求你饶过我这一次，我再也不敢了，我以后再也不招惹你了。你若再敢觊觎我的东西，挑衅我的底线，我便让人把你所有的丑事一丝不落传遍京城大街小巷。奴婢早就看他不顺眼了，靠着挑拨离间、阴私算计，他根本配不上这一身华服。苏幼薇不过是跳梁小丑，真正欠了我的、伤了我的人，从来都是魏征。听说了吗？魏将军被参了。何止是参了？听说御史台左御史递上密折，参奏他私藏兵器，暗中培养私兵，意图不轨。奏折上证据确凿，
连营地士兵的亲笔供词都有。这魏将军啊，真是自作孽不可活。魏京这个狗贼，竟敢私藏兵器，意图不轨。丞相，你亲自带队彻查城西营地。臣遵旨。魏征，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原五品义卫将军魏征，心性偏狭，私德有差，行事放纵，罔顾公职，恃宠纵私，德行不配其职。废黜官身，贬为闲散庶民，永世不得入朝录用，不得涉足识途军营。抄没魏征全部私产、宅邸财物，尽数充公。念其曾有微末军功，格外开恩。仅留城郊破屋一间容身，其余一概尽数收缴。钦此。不可能！陛下，陛下，陛下，臣冤枉啊！求陛下开恩！呸！昔日作威作福，如今落得这般下场，真是活该！大小姐，那魏征可真是惨呐，被皇上削去官职，抄没家产，还被众人唾弃，连宫门都进不去，活像个丧家之犬。这是他应得的。魏京，你这个废物，不仅没用，现在还要连累我。你也背叛我，有为，你不是说你爱我吗？爱你，魏京，我从来就没爱过你。如今你一无所有，对我来说你还有什么用？苏姑娘，你私自支取将军银两，欺诈主君，这些账还没算呢。你做的那些事，足够被送去边关苦役一辈子，在风沙里刨食，永世不得回京。姐姐，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你饶了我吧。当初你跳湖陷害我，想让我身败名裂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日？叶欢，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们回到过去，我以后只对你一个人好。早干嘛了？你一剑削我半边发，伤的是我的心，碎的是我10几年的深情。从你说出和离的那一刻起，就彻底不爱了。我知道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能没有你。如今你自己选择毁了这一切，与我无关。放开我！放开我！大小姐，崔公子又来信了。这都2年了，崔公子每个月都不落下，真是用情至深啊。是啊，这2年里，他给我写了无数封信，字字句句皆是思念。他说，书院的海棠开了，像极了我院子里的那棵。崔公子真是心细如发。是啊，他说他日夜苦读，只为早日科举高中，风光迎娶我，让我做全天下最幸福的女子。翠兰此去，定不负您所望，不负裴姑娘所托。去吧，等你凯旋。新科状元崔兰。颜欢，我回来了。颜欢，我回来了。我说过，最多3年，我定归来娶你。我以新科状元之身，求娶裴颜欢为妻，一生一世，不离不弃，绝不负你。往后余生，柴米油盐，琴瑟和鸣，我陪你。大小姐，快答应他，这么好的郎君，可遇不可求啊！好，我答应你。颜欢，我终于等到你了，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护着你了。
将军疯了，快拦住他！翠兰，你敢娶我的妻子？裴延欢，你是我的夫人，你不能嫁给他！你是我魏神的。魏玄，延欢从未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是你先背叛他，伤他至深，弃他如敝履。魏征，按手印吧。从此，你我恩断义绝，再无瓜葛，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我不按，我死都不按！裴延欢，你是我的，你只能是我的。由不得你，你如今是庶民，私藏兵器，结党营私，本就罪加一等，按律当斩。若你按手印，尚可留一条性命，苟活于世；若不按，我便奏请皇上重判你的罪责，让你身首异处。恭喜裴小姐，今日嫁得如意郎君，往后定是琴瑟和鸣，百年好合。多谢喜娘，大小姐，您今日可真美，崔公子看到您定然会看呆的。往后余生，我护你、宠你、爱你，绝不让你受半分委屈。好，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延欢，今日海棠开得极好，可愿为夫为你抚琴一曲？夫君所奏，延欢自是求之不得。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身边有良人相伴，眼底有星光闪烁，此生足矣。延欢，我终于摆脱了错付的深情，斩断了过往的孽缘，遇见了真正对的人，过上了年少时梦寐以求的生活。